将黑麦粉等原料倒入面包机，5小时后就能得到零添加的黑麦面包。再将面包切成小块后烤焦，加入100度的热水，有条件的可以放入一些葡萄干，这样会增加果香的滋味。12小时后过滤出青汁，这就是制作格瓦斯的原料。但现在它的含糖量很低，如果糖分不足，会导致无法发酵。我加入青汁重量4%的糖，再倒入酵母，搅拌均匀后安装单向排气阀。传统做法，第2天就可以把它装到瓶子里，放入冰箱，让剩余的糖和酵母继续发酵，从而产生天然的气泡。2-3天后，传统的格瓦斯就做好了。开封品尝。入口是面包的醇厚，中口有一些烘烤带来的焦香，后口略显单薄。但液体面包这个词在这杯格瓦斯里得到了完美的呈现。刚才说了，后口略显单薄，咱正好有做啤酒的经验，理论上啤酒花可以增加后口的滋味啊。于是我又烤了一个面包，把青汁加热沸腾后投入啤酒花熬煮，冷却了再倒入酵母。第2天发酵已经开始。这时候我就想，既然都加入啤酒花了，那工艺上咱就再啤酒一些呗。等它发酵结束后，倒瓶过滤，加入2伐糖，封盖。半个月后，这瓶啤酒花版的格瓦斯制作完成，品尝一下。后口明显增加了啤酒花的滋味，而且酵母味儿也没有了，整体口感更加饱满丰富，还不错。有了这个经验，我想起了比利时啤酒会加入盐碎籽和橙皮来丰富口感。于是我又做了一款比利时风味的格瓦斯。2发结束后开封品尝，清爽的陈皮味扑面而来，同样丰富了格瓦斯的口感，也非常好喝。不过实话实说，醇厚感不如啤酒，毕竟一瓶格瓦斯用的黑麦等原料才27.5克，而一瓶啤酒用的大麦等原料就要82.5克，相差3倍呢，所以寡淡也可以理解。虽然如此，但格瓦斯带来的那种液体面包的滋味会给人一种瞬间的满足感，也是值得品尝的一种饮品。又快过年了，给大家分享一个既简单又好喝的酒。水果在白酒里浸泡，酒精的一些刺激感会跑到水果的纤维中，泡出来的酒不冲，更好入口，而且果味非常新鲜。浸泡时间一般从1周到半年不等。而这次我分享的清香酒和柠檬的组合，浸泡3-4天就行。120克柠檬，20克黄冰糖，剩下的就是白酒。这是我在汾酒京东超市品牌日购买的黄盖汾酒，因为咱们传统的做法用清香型白酒浸泡，相对来说果味会更容易凸显出来。我加入240克汾酒，如果想要酒感更小的话，可以在浸泡时候降度，20-30度，更适合刚入门的。密封保存3-4天就行。浸泡完成后，用咖啡滤纸过滤出酒液，装入小瓶子，再贴上一个标签，这就是咱们自制的柠檬粉。接下来举个调酒的例子，放入时令水果，碾压一下更容易出味道，加入一些冰块，再倒入咱们自制的柠檬粉，然后气泡水布满，最后来个小装饰。制作简单，口感又清爽顺口，大家都学会了吧？荔枝酒滋味不错，但去皮是一大麻烦，直接限制了量产的可能。那不去皮行吗？据说有些地方不去皮浸泡，于是我用洗净晾干的荔枝，不去皮也不去核，和去皮不去核的，和去皮又去核的，做了一组3瓶的实验。1个半月后开封，感觉不去皮的不行，一种把荔枝皮的杂质全泡出来的感觉。就算有滋味，但也不敢喝。又开封了剩下2个，去核和不去核的，单独口感上差距不大，所以咱们的酒我计划按照去皮不去核的工艺生产。那泡荔枝用什么基酒呢？我之前做过6种基酒的实验，荔枝的滋味比较淡雅，所以基酒自身的特征不能过于突出。实验表明，清香酒、威士忌和白兰地浸泡的话，对于新手朋友不太友好。朗姆酒的清甜感不错，但跟荔枝的滋味不太搭。金酒的也还凑合，大家自己浸泡的话可以试试。而我觉得伏特加的很有包容性，没有明显于荔枝通吐的滋味，前中口浓郁的荔枝滋味和甜感纯净又特征明显。
小缺点是后口相对单薄，这个我没有经验，于是就是下一步加茶调整。因为有之前梅子酒先泡梅子后泡茶的经验，所以我做了一大罐，1个半月后过滤出纯荔枝酒，然后又准备了8个小罐子，分别放入8种茶叶。酒和茶的比例也是经过多次试验得出的数据，24小时后开封。怎么说呢？好喝的太多了。先说樱红9号，既有荔枝的清甜和滋味，又有茶的香气，后口有一点微苦，但与荔枝甜的融合更凸显了层次，且苦化得很快。个人比较喜欢这种苦和甜交替呈现的感觉。珠兰七红是很有特征的，既有茶香，又有珠兰花的滋味，回味悠长。但茶叶有点小贵，有条件的可以自己试试。正山小种的滋味比樱红的更复杂一些，适合经常喝小种的朋友。西湖龙井的滋味比较淡，整体一般。茉莉龙珠的茉莉香气有些高扬，跟荔枝的厚重不协调。另外，玫瑰、桂花和陈皮的都不错，这3款和樱红9号都可以出成成品。而我今年批量做时，10个工人2天才去荔枝皮800公斤，折算下来也就3000瓶小酒，只做了1个口味，数量不多，感谢捧场。另外，大家可以试试这种先泡荔枝再泡茶叶的做法，可以195喝，很好玩的。99%的人都没有在意的冷测评之无糖雪碧和原味雪碧是否一样透心凉？喜欢雪碧的一定喜欢无糖雪碧，但是当你买了一瓶原味雪碧，一定不会同时买一瓶无糖雪碧。所以啊，在原味和无糖之间切换的同时呢，我们来一期透心凉内战横评。我们直接进行气泡感的测试，同时长同冰箱冰镇的状态下，可以看到2者的气泡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。直接进入口感盲测环节，我和工作室的3位小伙伴分别蒙眼试喝，以口感的角度来做区分，结果都出乎我们的意料。这不都是雪碧吗？搞错了吧？你给我2个一样的干嘛？哎，喝起来都很爽哈，气泡也很足，但是应该有点不一样，说不出哪里。真尝不出区别，感觉就是一样的。其实我自己喝啊，基本上也尝不出太大的区别。雪碧和雪碧无糖都一样透心凉，真是质疑雪碧无糖，理解雪碧无糖，爱上雪碧无糖。便利店调酒主打方便又多样，是非常适合年轻人的鸡尾酒类型。今天亲测一期劲酒的便利店调酒公式，看看哪个更好喝。第1款调劲酒加旺仔吧，加冰可以让劲酒的香气更加清爽，所以都选用加冰的方式。一般我都会先按照1:1的比例先尝一下，结果发现旺仔的味道呈现不出来，我们试试推荐的配比。有了明显的改善，劲酒有提鲜和增加酒香的作用，丰富了旺仔的口感。如果想要酒味更重的话，可以按照1:2。好了，第2款调劲酒加橙汁吧，1:1的比例加入橙汁，橙味凸显不出来。再次按照推荐的配比，橙汁的风味得到了凸显，但2者的融合度非常一般。我们换个白葡萄槐花饮试试，我想要草本香气更浓郁，所以按照1:2的比例品尝一下。槐花香气出奇的美妙，整体滋味互补，口感浓郁，层次丰富，就2字：好喝。第3款调劲酒加气泡水，按照1:2的比例，先试验青竹葡萄柚风味，入口是劲酒的绵甜，后口是葡萄柚，回味又是酒香，简单又好喝的组合。那咱再换一下气泡水试试。健力宝的滋味完全被酒香遮盖，这个组合不合适。可乐的话，2种滋味扎堆呈现在前口，层次不够丰富，而且还有一点苦感，也不合适。这么看来，并不是所有的气泡水都适合调劲酒。第4款调劲酒加茶饮，直接按照1:2调冰红茶。红茶的滋味在劲酒面前略显清淡，但我又想要浓郁一点的酒味，所以我想到了刚才的可乐。重新开始，1份的劲酒，1份的红茶，1份的可乐。前口是酒香，中口隐约能感觉到红茶的滋味，可乐的滋味被转移到了后口，整体饱满了很多，层次也丰富了，还剩一点酒。把冰红茶换成茉莉花茶试试。茉莉花茶的滋味终究还是太淡了，红茶的滋味是隐约能感觉到，茉莉花茶的滋味是完全被覆盖掉了，不合适。综合下来，这几个组合还不错，可以按照1:4调酒，最终酒精度大约7度。像我喜欢酒味大一点的，可以按照1:2调酒，最终酒精度12度。这么多实验里，我认为最好喝的是跟白葡萄槐花饮的组合，简单又好喝。